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隻有非常特別機制的一隻英雄打的這一場比賽。那這英雄啊有什麼特別機制？那其實啊就是這英雄在攻擊上面跟防禦上面都有一個另類，其他英雄都沒有的一個機制。那是什麼？那我們今天啊就來分別跟大家看一次這個擁有特別機制的一隻英雄打的這一場比賽。那這個打的英雄啊是我們很少見的英雄，雖然他有那個很特別機制，但也是很少見的英雄。憤怒巨劍應該是這樣，或者是英文叫做 Furious。那它這個特別的地方是，首先它是分為攻擊上面的特別跟這個防禦上面的特別。那攻擊上面的特別是什麼？就是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破防方式。那其他英雄的破防可能啊，例如說 Brica， 它可以直接重地把你打破防，然後倒地。那但是這個憤怒者吧，我叫他憤怒者，他的那個破防是直接把你打到變成一個類似硬直的狀態。那但是那個狀態不是我們平常見到的硬直，是這是英雄獨特的硬直狀態。那防禦上面有什麼特別？那剛才你也看到的是，它有一個類似防禦格擋的一個模式，然後當你打它的時候，它就會立馬自動反擊，對，就像這個一樣。然後這種反擊就直接用它那把劍戳過來，把你戳跪地，或者是把你戳倒地。那所以的話，也是非常之特別的一個機制啊。那但是，這英雄雖然有那麼特別機制，不過我好像真的沒什麼看到有人用這英雄來打機場，或者是打一些團戰的模式。那不知道為什麼。那對我來說的話，可能啊是因為如果這英雄要玩得好，或者是玩得比較出色的話，它不但是需要你對這英雄的練習要非常之多的時間，那另外就是這英雄啊，也需要把他能力加到非常之高。那比如說這個玩家好像就攻擊力就251，他的那隻憤怒巨劍。那所以的話，這英雄簡單來說就是門檻太高了。那高到基本上就如果一開始新手拿出來用的話，你是感受不到它的那個強大之處的。那我猜就是這個原因導致這個英雄使用率比較低。對，那來到這個第2回合啊，來到第2回合的中階段了。那兩邊技能已經存好了，直接開頭盔，那我們就不用省技能。那因為他的那技能好像都全都用完了。那這邊呢可以看到他換了這個防禦英雄。那如果防禦英雄一開，就代表說對面已經沒有一些技能可以进行的反擊啊，因為通常後期會開防禦英雄就代表說對面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技能反抗手段，是最後的一個自救方式啊，防禦英雄。對，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 ，OK， 這邊的話我失手了，直接掉了下去。那沒事，那我們小心一點，他的那個格擋方式啊 ，OK， 就是這個，他直接進入那個格擋模式，然後打他，他會直接向着敌人衝過來。那我們面對這個格擋模式啊，其實唯一能做的就直接離開吧，就別打他追，就這麼簡單。那我不知道那個破防能不能把他那個模式打破啊，因為我好像這個比賽還沒試過。那你剛才可以看到，我直接被他戳到進入那個類似硬直的狀態。那他就那個就是他攻擊上面的一個特別方式啊，可以直接做到一個類似破防的方式。OK， 那這邊的話我嘗試用了 Brica 來打破他的那個格擋模式，讓他直接避開啊。那我猜啊，破防的攻擊是可以把他那個格擋模式打破的，所以說他剛才為什麼會避開，就是這個原因。不過這是我猜而已。对，那這邊他進入了格擋模式，那還是別打他就比較好一點。那這邊的 SD 好了，把他丟下去，然後準備，哎呦，我本來想說準備下一輪的技能開放，那他已經比我早開技能，那他的衣服開了，那頭盔也開了，那我的 SE 就剛才用來看來抓他，那這邊的話我的技能優勢啊就跟他一樣，因為我衣服也開了。那他換了防禦英雄，那他換防禦英雄的話，你要看的一點是他有沒有裝術士衣或者是精靈頭盔。那如果都沒有的话，你就可以做一個很大膽的輸出，例如說直接開技能抓他也行。那這邊我用那個消極披風把他抓住了，那基本上他這樣被我抓到的話，他跟死了是沒兩樣的。所以到這邊的話，直接把剩下技能都開出來，然後把它收掉。